雄性被宠幸一次，腹下3指处就会多出一道兽纹，身上的兽纹越多，就代表被宠幸过的次数越多。可眼前这5个风华绝美的顶级兽夫，8块腹肌上却是光秃秃的，只因他们的雌主是一个又黑又胖，还带雀斑的丑雌性，仗着自己是部落真千金的身份，把许配给假千金的5位兽夫都抢了过来。可每个兽夫只要见到他，就恶心的呕吐不止，更别提做那种事了。但一直渴望得到的他，每次都会偷偷溜进兽夫的山洞，结果每次都会被拒绝，然后羞愧的跳河。今天已经是第10次了。然而在末世和丧尸同归于尽的张小曼，恰巧穿越到这具身体中，刚睁开眼，就听到一句厌恶又嫌弃的声音传来：张小曼，这是最后一次，下次你要再想跳河，离我远点。还有，我对你不感兴趣，别再向我释放你的雌性素。雌性素那是什么东西？不过眼前这个人长得倒是挺好看的，肩宽窄腰，古铜色，胸肌鼓鼓。此刻眉宇却凝聚着一团怒火。即便你溺死，我都不会给你人工呼吸。什么人工呼吸不呼吸的？我有说过让你碰我吗？不等对方反应过来，张小曼就伸出脚勾住了迈腿的墨轩，墨轩摔倒在地。张小曼，你找死！可他哪里会乖乖的等在原地，拔腿就跑了起来，发现那人根本没有跟上来，也就放慢了脚步，打量了一眼四周，猜测自己很可能是穿越到了远古时代。正疑惑着，脑袋突然一疼，一段不太属于自己的记忆瞬间涌入大脑。看完这段记忆后，张小曼像是活吞了一只死苍蝇一样难受。原主是被人调包的真千金，她流落在外面，由一只黑熊抚养长大，因此又脏又黑，又不讲卫生。而假千金苏暖暖则是被精心养在部落首领身边，自然是出落的亭亭玉立。原主接回来的那天，全族人都看不上她，私底下骂她是丑小鸭。她憋着一口气，仗着自己真千金的身份，将许配给假千金的5位绝美兽夫抢了过来，而且自己还没有自知之明，经常偷偷爬上兽夫的床，因此每个兽夫看她都像看一坨屎。那几个兽夫看不上自己就看不上，姐一个人独美。此时她拨开挡在眼睛前的湿发，一脸的从容，接着按照原主的记忆往自己住的山洞赶去。才走到洞口，就看到一个狼耳的兽人正在搓揉三角形的兽皮裙。等等，那兽皮裙好像就是自己的。灰色的狼耳，浅棕色的眸子，五官俊朗，经常帮原主洗裤衩子。这好像是原主其中一个叫栾婷的兽夫，他一出生就没了爹娘，是原主父亲外出狩猎时捡回来的，从小养着他，也算是原主父亲养给自己女儿的夫婿，有点童养夫的意思。他感恩，自愿成为了原主的兽夫。不过此刻看了张小曼那湿漉漉的一身，他浅棕色的眸子由关心迅速换成了厌恶的眼神。兽皮裙已经洗了，晒干后你自己收。说完，他转身离开了。张小曼看着对方这个转瞬即逝的眼神，瞬间愣住了。不是变脸这么快的吗？不过下一刻看到桌上摆放的药草，他的脸色又变了起来。原主啊原主，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啊？桌子上放的药草不是别的，正是温经止痛的益母草，能缓解雌性的痛经。原主为了和其他雌性展示自己和兽夫关系不差，跟栾婷撒谎说自己来姨妈肚子痛，洗不了兽裙。可是刚刚她一身湿透的回了洞里，腿上却一点血迹也没有，所以刚刚栾婷眼神才会那么的厌恶。张小曼深深叹了一口气，唉，看来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这时她想起自己在末世是有水系异能的，于是来到远离居住处最远的河流，试着将手伸了出去，指尖立刻和水建立了联系，又屏住呼吸，试着将周围的水收集起来，然后凝聚成团甩出去。水珠体型不大，力量和攻击性也很弱，看这情况只有1级的程度。查看完自己的异能后，张小曼开始借着水面打量自己，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自己怎么丑到这个地步？要说黑都是勉强的，嘴唇更是又厚又肥，如同一块香肠，五官已经够丑了，脸上还雪上加霜的留有密密麻麻的雀斑，更是让人难以直视。身上的肉也是鼓鼓的，他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硬邦邦的，而且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动。他试着抠动了一下，一个小小蠕动的东西沿着他的指甲往上爬。妈耶，是狮子！他瞬间人都麻了。按照小说套路，怎么也该有一个变美系统吧？恋爱脑攻略系统激活，真有个系统来了！快给我洗发水和祛湿药。抱歉，宿主，你说的这些都没有。我们这里是恋爱脑攻略系统。等等，我没听错吧？就我这样又黑又胖又带胎记的丑模样，简直 buff 叠满！你居然让我攻略这几个兽夫，这是什么史诗级别的难度？系统，你觉得可能吗？宿主，只要你攻略成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系统会随时给你发放奖励。恋爱脑攻略目标就是原主的5个兽夫，分别是萧野、墨轩、扶风、南图和栾婷。宿主需要和他们进行互动，提高他们对你的恋爱脑指数。一共有6种恋爱脑指数：1级滤镜脑，2级
级坐精脑，3级言情脑，4级付出脑，5级圣母脑和6级自刀脑。每提升一个等级，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完成全部等级后，还会有系统送的终极大礼包在等着你哦。温馨提示：不完成系统的任务，将会被系统强制下线，终结生命。一连串的脑让张小曼听得云里雾里。你说的这些脑都是什么？我怎么一个都听不懂？抱歉，宿主，您暂时还没有触发恋爱脑机制，还不能提前告知。他撇了撇嘴巴，那6个脑不能说，奖励总能说吧？先说好，奖励不好，我可是没什么兴趣的。系统闻言开始了机械化解释。奖励有很多种，比如木系、水系、金系、火系、土系异能等，当然还有强身健体药、各项生活用品和生存指南，以及隐藏奖励等等。也就是说，除了变美，你什么奖励都能提供，那为什么不能直接奖励变美呢？因为恋爱脑系统坚信，不用美貌也能成功让一个人变成恋爱脑。他一阵无语，扯犊子吧，不美谁恋爱脑啊？不过自己命还攥在这个系统手里，不敢得罪他，看来只能自己一步步来。那新手大礼包总该有吧？你那小气的样子我也不指望了，就送给我一瓶狮子药吧。抱歉，宿主，这不在系统服务范围内。把我弄进书来，又什么都不提供。张小曼彻底怒了，双手叉腰，抬头看向天上。那你倒是说说，什么在你服务范围之内？正在为宿主查询，以下是攻略目标前的初始值。机械化声音刚落，天空中便闪现出一道蓝色的光幕。5个兽夫，除了栾婷，不仅心动值都为0，恋爱脑等级还全部是10脑。他看着上面一连串的10脑，直接宕机了，甚至差点笑了起来。我就说那几个人怎么可能是恋爱脑？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里面居然还混了一个0.0001的存在。栾婷很好，也算有点希望了，但有了等于没有。狮子要是指望不上了，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把头上的狮子去掉。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头发全部都剃掉。想起自己本来已经够丑了，剃了头发那就是丑上加丑了。张小曼就不太能接受，现在急需一把细密的梳子，把头上的虱子和虱卵给梳下来，然后再找草药煎水洗头。身后就是一片密林，张小曼抬脚就往里面走。做梳子最好用的木材是黄杨木的，她沿着树木找了一圈，没多久就找到了，快蜕皮了。萧野找了一个地方晒太阳，补充体力，睡得正香，就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得他没法入睡。谁知这一抬眼就看到张小曼露出胸前的曲线，在那里晃晃荡荡。他瞬间眉头皱起，一脸的厌恶。这是知道他快要蜕皮了，体质虚弱，故意在这勾引他。他真是越来越不要脸。张小曼压根就没有注意到上面还有一个人，踮起脚尖，发现还是够不着黄杨木树枝，就只能爬树了。这一爬树，把自己前面一团肉抖动得更加明显。在萧野眼里，那活生生就是一个滚动的肉球，尤其那肉还不是很白，像涌动的黑蛆一样，让他看得直皱眉头。眼看张小曼离他越来越近，他一脸嫌弃，滚下去。对方的声音冷冰冰的，像是下了冰刀子一样。他听到声音才发现上面有一个人，银色的头发，紫色的双眸，可惜如此俊美的容颜下，脸浮现却是厌恶的表情。我怎么塌了？搞得好像我给他喂了死苍蝇一样。我凭什么不能上来？这树写你名字了，还是你种的？脸真大，不喜欢你自己滚啊！张小曼头正痒得不行，看到眼前的人青红不分，就气不打一处来，啪啪一顿输出后就不再理他，徒手将自己选好的树木掰断，随后跳了下去，全程没有看他一眼。萧野看到对方利索的背影，眸子闪过一丝异样，他竟然真的不是来找自己的。这时张小曼则拖着树枝就开始掰断，从身上掏出从洞里找到的石刀，把枝条削断，然后做出一个梳子模型，再把齿条掏了出来。就这样弄了几个小时后，一把梳子是终于做好了。梳子做好后，他找到一处河边坐了下来，对着河面开始梳狮子。细密的梳子一进入到头发上，就有些疏散不开，头发完全在头顶上打结了。他只好整个人踏入水中，将头埋了下去。头发被打湿后，好梳了很多。一梳下去，上面密密麻麻的爬满了褐色的虱子。他瞬间被这一幕给恶心到了，胃中翻涌不止，瞬间忍不住的呕出来。将头发全部梳完后，他觉得自己头轻了不少，接着又把刚采集好的艾草用竹筒烧好后，待水变温后洗了一个头。洗完头后，感觉油脂和虱子都去除了不少，虽然依旧很丑，但至少虱子的问题是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胖的问题，还有脸黑，变美道路远着呢。他叹了一口气，正往前面走，一个人美肤白的人拦在他面前。小曼，听说你跳河了，你还好吗？苏暖暖一副白莲花模样看向他，身后还跟着几个雌性。暖暖别管他，一般的雌性被自己的兽夫拒绝，都没脸见人，一头撞死算了，他还活得好好的。暖暖，你就是太善良了，
一名雌性讥讽开口：“你们不要这么说，小曼这也是没办法，而且身为她的姐姐，我当然要多关心关心她。”说着，往张小曼走近了几分，从怀中拿出了一枚兽皮做的帕子，扒开了她好不容易才遮住胎记的头发，装模作样的替她擦拭。若不是提前知道这苏暖暖是个白莲花绿茶婊，张小曼当真以为她是在关心自己。这不跟在她身边的两个雌性都认真了起来。暖暖也太好了，苏小曼平日里对她那么坏，她还能一如既往的关心她，她就是太善良了。不过苏小曼也太丑了吧，那胎印实在是太难看了。一阵讥笑声再次传来，苏暖暖听到那两人的对话，嘴角扬起了一丝笑容，随后就准备把手收了回来。今天又是体现她温柔大方的一天。张小曼看着对方手往回收，眼睛一瞟，立刻抓住了他的手，想跑没门，这么喜欢当绿茶，就让你当个够。手突然被他拽住，苏暖暖也有些一愣。小曼还有什么事吗？她煞有其事的点了点头。有一件事我想让姐姐帮我一下，我头上长了几个虱子，正好抓不到，就辛苦姐姐帮我抓一下虱子。苏暖暖闻言一惊，就要把手抽回来。张小曼没有轻易放过她，硬拉着苏暖暖的手往头上一放，刚到头顶摸到那毛茸茸的头发，她就忍不住叫了起来：“小曼，你这虱子太多了，抓不完，我还是给你找药吧。”其实张小曼的头发已经洗得很干净了，只是苏暖暖心里有鬼，不敢摸下去，才会觉得她头发里有东西。姐姐不肯，那你们帮帮我吧。那个洛洛，我们刚刚想起来还有一些活没干。他看着苏暖暖溃败而逃的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不就是绿茶吗？谁不会？然而还没等他笑声停下来，一片白花花的东西从天而降的落在他手上。扶风打完猎回来，站在旁边看了许久的热闹，挑着眉轻笑。这苏小曼总算没那么蠢了。那苏暖暖每次装的善良又大方的，她每次都上当，吃暗亏。张小曼抬头望去，一个身形挺拔、身穿雨衣裙的人向他靠近，神情冷淡，指着他手里的东西道：“这是今天给你的。”这人长得很俊美，头戴羽毛，一双凤眼，眉目传情的，像是很多情的样子。我记得他是原主的5个兽夫其中一个，好像叫扶风，本体是龙雀5阶兽人。见张小曼手里拿着鱼，一脸嫌弃，扶风轻吃了一下：“怎么，鱼都吃不下了？生鱼怎么吃？”张小曼看着眼前刚剥了皮的鱼，一脸的懵逼，爱吃就吃，不吃拉倒。以为他对自己找的食物不满意，扶风也没什么好话。张小曼摇了摇头，自己又不是原始人，自然不能把鱼就这样直接生吃了下去。找了一些树枝烧成火，将鱼插在了木棍上。扶风原本送完后想直接离开，但看到张小曼一番操作后，他鬼使神差的留了下来。在烤鱼期间，张小曼还进了一趟树林，摘了一些野果子，将之前做的竹筒洗干净，做了一杯果汁。见扶风好奇的打量，他朝他看了一眼：“你要喝吗？”扶风眼睛扫过张小曼用过的竹筒杯，摇了摇头，迅速逃窜般离开了。什么人嘛，不喝就不喝，有必要那么躲着我吗？吃完鱼，张小曼回到了山洞，就看到了洞门口前晾晒的兽皮裙，那是栾婷走之前给自己晾的。她踮起脚尖把它收了下来，鼻息间还能闻到裤衩子上一股淡淡的皂荚的清香味，可见这裤衩子被洗得很细致，连香味都有。可惜这么好的人，今天也被原主的骚操作赶跑了。张小曼摇了摇头，拿着手里的兽皮裙进了山洞，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接下来的日子。摆在面前，目前有2件艰难的事情要办，一是变美，二是攻略那劳狮子的恋爱脑攻略系统。前者，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肥胖的身体和黑得发光的皮肤，感觉自己只能一步步来。后者他觉得一点都不好办，原主有5个兽夫，目前看到的只有4位，而且个个看到自己都像看一坨屎。最后一位听说去远行了，暂时就不用考虑他。4位细细数来，只有栾婷是所有兽夫里面比较好接近的，那就从他攻略开始吧。人物是选定了，怎么攻略又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最基本、最简单的色诱，在他身上是行不通的。外貌是靠不上了，内在美也不知道能不能靠上点。看来明天要想办法认错，让栾婷原谅自己。打定主意后，他拉着被子睡在了一张兽皮搭建的床榻上，一夜好眠。张小曼早早醒了过来，沿着河边跑了起来，想要减肥成功，没有什么特殊的途径，只能管住嘴，迈开腿。她咬牙跑了一圈，身上就浑身是汗，黏糊糊的，便走到了河边，捧了一把水，洗起了脸。正想着要不要洗个澡，耳边突然传来了扑通的声音。张小曼抬眼望去，前方不远处，栾婷正拿着木桶在那打水。栾婷，你在打水吗？我帮你。她走了过去，伸手就要去帮忙。栾婷一言不发，继续打水。我知道昨天的事儿你生气了，我向你道歉。昨天我不应
应该骗你。栾婷闻言神色淡淡，如果你只是想说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我了，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那么做。我那天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部落里的雌性说我丑，所以我的兽夫都不理我，我只好出此下策让你帮我洗衣服的，让他们看看你也对我很好。道完歉后，张小曼就转身离开，没想到栾婷挑着水从他身边经过，平淡地说了一句：“没有，我没有讨厌你。”闻言，他眼睛一亮，还没等他开心问话，系统突然亮了，恭喜宿主攻略栾婷成功。他由食脑变成1级滤镜脑，滤镜脑是一种为爱选择性瞎眼的恋爱状态，一旦喜欢的人坠入爱河，他看向对方就像开了10级美颜，他会不由自主地无限放大对方的优点，而自动忽略他的缺点。张小曼听完嘴角都不由得抽动了起来，果然是恋爱脑，这才1级就让他有些受不了了。看完面板上的东西，他的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左右看了一眼，想着早饭要弄点什么来吃了。我记得昨天在找药草时，在一处野塘边看到过几个蛋，准备把它们捡来做个煎蛋吃。很快张小曼来到一处湖泊的芦苇丛，找到了6个绿色蛋壳的野鸭蛋，把兽皮裙向上翻起，小心地用兽皮裙把这6个野鸭蛋兜住，然后走出了这片芦苇丛。萧野向来吃不惯部落里准备的早餐，他一向都是自己出来找东西吃。昨天在芦苇丛睡觉时，看到野鸭下了几个蛋，他盘算着可以做早餐吃，谁知算好那群鸭子出去时，一只从天而降的手把那窝里的蛋全都掏走了。初看黑漆漆的，他还以为是一只熊，正想着要不要和他干一架把蛋抢过来，直到看到那团黑黑的手上一根黑毛也没有，而且还连带着抖动的肉，他意识到那可能是个人。正当他想看清楚那人是谁时，那人突然弯下了腰，接着将穿在自己身上的皮裙掀上去了。萧野以为对方是要方便，忙侧身准备离开，谁知下一刻他居然把蛋放在皮裙里，露出了他结实有力的大腿，随后一步步往芦苇外面走去。那黢黑的大腿，滚动的肥肉，整个部落除了苏小曼还有谁？这是知道自己在这里，故意又来勾引他。萧野皱起眉毛就要破口大骂起来，却看到自己的早餐就那样水灵灵的被苏小曼那个胖子拿走了，满脸怒气，都那么胖了还吃什么吃？谁知片刻间他就跑得老远，然后开始找适合的东西来煎怀里的蛋。环顾了四周一眼，最终还是找了一截竹筒将它劈开，架在自己用石头垒好的土灶上。锅具备了，剩下来就是油和盐了。旁边正好有一些成熟的麻子，他采集了一些放到了竹筒里碾碎，然后加了一些水放在里面，接着钻木取火的把火点燃了，捡了几块木材放在上面，等竹筒里的水加热。这是古人常用的一种水煮炼油法，通过水加热煮沸，油脂自然析出，等水挥发后留下来的就是油了。这个过程有点慢，张小曼将火架好后就离开了原地，盘算着去弄点盐来。萧野跟在他身后又追了过去，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他好像进了部落，吃个蛋都这么鬼鬼祟祟的。苏小曼到底在做什么？萧野悄声跟着，张小曼则是抱着几个野鸭蛋，在一处角落里找到了栾婷，看到栾婷在用石头打磨她的武器，她笑着走了过去。栾婷，你可以给我一些盐吗？栾婷闻言停了下来，看到她掀着一个裙子，眉头紧皱。你要盐做什么？张小曼低头指了指兜住的几个野鸭蛋，我捡了几个鸭蛋，想煎蛋吃。煎蛋是什么？她没有听过这种做法，一时有些疑惑地看向他，把它们敲碎，然后放入油和盐去煮熟，就能做成一道美味的煎蛋了。萧野躲在后面，看到张小曼对栾婷一脸谄媚的样子，翠绿色的眸子闪过一丝不屑，嘴角更是扬起一抹嘲讽。原来是得了几个蛋在讨好栾婷，不过听到下一句话时，他的脸瞬间垮了。等我做好后，我送给你吃。这明明是他的蛋，凭什么给栾婷吃？可惜现在跑出去抢蛋，有点掉面子。萧野想了想，嘴角浮现出一丝诡异的笑容，离开了现场。萧野异能中有一项是无影追踪，只要他开启这个异能，就能实现隐身，因此栾婷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萧野躲在一旁听他们说话，更加没有注意到他已经离开了。栾婷听完，神情淡淡的拒绝了，不用了。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些盐递了过来，我只有这些了，你看够不够？张小曼接过盐包，点了点头，够了，等我煎蛋给你吃。那灶上还熬着油，他接过盐包后就急急往灶台赶去。萧野回来就盯着灶台，他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东西？闻起来还挺香的。萧野忍不住多闻了几下。张小曼火急火燎赶到时，就看到萧野蹲在灶台前，好像在打量什么。他提了一口气，生怕他一个不小心就把他辛辛苦苦榨出来的油给毁了，只能放慢了脚步走上前去，嘴角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你在这做什么？萧野听到张小曼那紧张的声音，眉眼一挑，把手伸了出来，想要这东西好好的，把鸭蛋交出来吧。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蛋，怎么可以
以转手交给别人。张小曼装傻充愣地望着萧野，蛋？什么蛋？萧野双手抱胸的斜看他一眼，似笑非笑。要我提醒吗？芦苇丛里你拿了6个蛋，那蛋我昨天就看好了，本来准备做早饭吃，谁知道你把我的蛋拿走了。张小曼本来听话还迷迷糊糊的，现在听到萧野说那蛋是他的，瞬间笑了起来。你的蛋？你脸可真大，这蛋写了你的名字。见他不退让，萧野没有再和他白费口舌下去。我随便你怎么想，你要想这个东西还留着，就把蛋还给我。张小曼原本还占着上风，看到萧野就要把油倒掉，她瞬间变了脸色，笑着道：这事我们好好商量，别一棍子打死。萧野轻哼一声，和你没什么好说的，把蛋交出来吧。2个苏小曼尝试着商量，萧野哼了一声，6个，你这一个都不留给我。他有些无法接受，眼看硬碰不行，转悠着眼睛退了一步。这样吧，那油你也不用倒了，我做6个煎蛋一起吃怎么样？煎蛋能好吃吗？张小曼点了点头，当然。见萧野有些怀疑，他拍着胸脯道：若是不相信，我可以先做2个给你尝尝。说着，他把从栾婷那里拿到的盐也掏了出来。我这还有盐，放进去味道肯定差不了。他想了想，勉强同意了。那好吧，只能做2个。张小曼点头，走到了灶台前，等到火酱油烧得滋滋冒响，然后敲了1个鸡蛋放入竹筒中，加了一些盐，搅拌均匀后倒入了锅中。随着火的加热，那鸡蛋散发出蛋香味，竹筒里的鸡蛋也变得黄澄澄的，看着非常的可口。看到这幕，萧野都有些惊讶，想不到苏小曼还会这么做鸡蛋。鸡蛋煎的2面金黄时，他扯了2根棍子递了过去，试试吧。萧野没有过多犹豫，将鸡蛋夹了起来，吹了吹送入嘴里。一股蛋香味从嘴里蔓延开来时，他眼睛都亮了，忍不住又吃了第2口。张小曼见他没空搭理自己，手脚麻利的将剩余的几个鸡蛋都敲了，放入竹筒里，加入盐搅拌均匀后，全部倒入了油中。等萧野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将剩余的鸡蛋全部煎好了。他伸了伸手里的木棍，还要夹鸡蛋，却被张小曼迅速捞起，用竹筒盖住了。2个鸡蛋已经做完了，这些都是我的。说完，他将鸡蛋塞入了嘴里。萧野呆愣在原地，张小曼下手很快，一嘴一口鸡蛋，竹筒里的鸡蛋瞬间在萧野面前消失了。宽厚的嘴唇沾着油渍，样子很狰狞。萧野一脸错愕，苏小曼真是越来越让人恶心了，吃个鸡蛋都让人想吐。张小曼吃完扬了扬眉，还想要吗？不好意思，我都吃完了。萧野本还想吃东西的心，看到他那野蛮的吃法，顿时没了兴致。他一脸嫌弃的离开了。张小曼看见萧野离开，眼睛飞快扫了地面一眼，干净的竹筒里俨然还放了2颗黄黄的鸡蛋，这是他趁萧野不注意时藏起来，答应给栾婷带的鸡蛋。这一边栾婷还在原地用石刀削武器。张小曼看到他认真的样子，嘴唇勾了勾，理了理裙子，走了过去。栾婷，这是我做的鸡蛋，谢谢你给的盐。栾婷闻言并没有抬头，神情淡淡的，不用了，你自己吃吧。张小曼把竹筒往栾婷前面又挪了挪，没有轻易放弃，你尝尝，这味道很香。见栾婷还是没有动，张小曼直接拿着筷子夹了一块塞到了她嘴里。栾婷似乎是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这么做，一时没有防备，嘴里就那么猝不及防地塞了一口鸡蛋。鸡蛋的香味和油味瞬间在她嘴里蔓延开来，和平时吃的鸡蛋完全不一样。张小曼见她停了下来，笑着道：味道不错吧？栾婷咀嚼了几口吞了进去，少有的点了点头，味道不错。她见栾婷有所回复，眼睛弯了弯，笑了起来，总算和她关系近了一步。见栾婷只吃了一口，张小曼又将鸡蛋端了过去，眼巴巴看着她，这里还有，喜欢吃就多吃点。栾婷没法拒绝，又夹了几块吃了进去。喜欢吃，我以后还给你做好不好？栾婷闻言微怔，停下来看了张小曼一眼，眼神有些奇怪。张小曼做完这些事，就等着系统响起。然而等了很久，系统没有响，却响起了一阵怒吼声：苏小曼，你居然敢骗我！她抬眸往声音的来源望去，萧野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闻言，张小曼眼色有些闪躲，迅速躲到了栾婷的身后。萧野也是走远了，才想起刚刚有些不对劲，明明是6个野鸭蛋，怎么苏小曼吃的时候那鸡蛋看起来那么小？他当时注意她嘴唇去了，没有察觉到鸡蛋大小不对。为了验证自己这一想法，他特意回到了之前栾婷在的地方，看到张小曼在喂栾婷吃，他彻底确定了张小曼刚刚在他眼皮子底下骗了他。栾婷听到张小曼又骗了人，眉头皱起。萧野见他躲在栾婷后面，手直接拽了过来。张小曼一边躲着一边喊：我哪里骗你了？不是你说煎2个鸡蛋的吗？一共6个，剩下4个都是我的，很合理。我是说先煎2个，没说我只要2个。栾婷听到张小曼和萧野的对话，大概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见萧野一手就要拽住张小曼，他忙出手阻止了。萧野见栾婷动手，脸色一变：栾婷，你又护着他？栾婷被说，脸上并没有过多的神色，只是淡淡道：他是我们的词主，你不应该伤害他，我伤害他。萧野闻言轻嗤了一声，语气带了一丝鄙夷：就他那样，我
动手都嫌麻烦，谁会欺负他？那你现在做什么？栾婷闻言上下看了他一眼，萧野手收了回来，嘴角轻笑。谁叫他骗了我？他说他没骗你，只煎了2个鸡蛋。栾婷想起张小曼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萧野见他是要护张小曼到底，准备和他来一战。这时有个兽人过来了，栾婷首领叫你。栾婷点了点头，我马上过来。萧野见栾婷要离开，对着张小曼挑眉一笑，他看着对方有些恐怖，拉着栾婷的手道：我跟你一起走，不然等你走后，我怕我会被打死。那你下次躲他远点。张小曼有些高兴地听他说这句话，你这是相信我了。他心里听着暖暖的。两人一起离开，萧野倒是没有追上来。张小曼跟着栾婷走了一段距离，就各自分道扬镳。栾婷离开后，他也往另外一条路上走去，边走边思考道：减肥的事情要一步步来，短时间瘦不下来，胎记和美白也要提上日程了。要是有激光就好，这激光一打，胎记立马就消除了。张小曼想起了莫师傅的面膜，原始社会没有，就只能自己动手做了。胸果干、维生素 C 这东西不要想了，珍珠粉倒是可以。想到这，他跑到河边，催动意念。不多时，白色的水珠从自己手心冒出，意念一转，手心的水珠嘘的一下落入水中，然后在河里快速搜寻了一下，探寻到河蚌后，他将手心的白色水珠往地面一甩，瞬间一堆河蚌被甩落到地面上。张小曼拿着石刀撬开河蚌，一颗颗银白色的珍珠出现在他眼前。洗干净后，把珍珠带回了山洞，从洞里找到平时碾碎菜叶用的石臼，把珍珠碾碎成细粉后，加入适量的水搅和均匀，随后涂在了脸上和身上。扶风送肉给他时，看到一张惨白的脸躺在洞口前，像一具被白灰涂抹均匀的死尸一样，冷不丁一看还有些吓人。涂东西的人却很开心，一边涂着一边哼着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我爱洗澡皮肤好好，我爱洗澡皮肤白白。这苏小曼自从投河上来，脑子里好像变得比以前灵光不说，人也开始变得奇奇怪怪的。这歌幼稚又有趣。不知不觉中，扶风站在原地没有离开。他走上前，正想摸摸这白色的粉末是什么，张小曼的身子突然就动了一下身。涂着粉末的她在太阳光下泛着白光，有些瘆人。这个蠢蛋该不会是觉得自己黑，涂点白粉让自己看起来更白吧？就算把自己涂白，她也是一头白猪。扶风心中有些不屑地想着。张小曼正闭着眼睛等面膜吸收，迷迷糊糊中看到眼前闪了一道人影，吓得立马睁开了眼睛，看到扶风正奇怪地盯着自己，眼里露出一丝鄙夷的眼神，手上好像还提着东西。他立马吓了一跳。扶风，你有什么事吗？扶风把肉甩到了他面前，嘴里冷哼了一声，就算你把身体涂白，你也好看不到哪儿去，还是别费这个力气，让部落的人笑话我们。张小曼一阵无语，自己在家涂面膜，碍着你什么事了？你最好自己一个人待在洞里，染料不会让你变白，只会让自己自取其辱。顿时他火冒三丈，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珍珠好吗？眼睛瞎了。然而还没等他辩解，扶风就沉着脸离开了。张小曼看着这莫名其妙的人，摇了摇头，眼瞎就算了，心也是瞎的。这时张小曼搓了搓自己脸，感觉脸变干了，把敷在脸上的珍珠洗掉了。看着屋内水池的倒影，自己虽然模糊，但依旧瞅得很明显，尤其是那太硬随水晃动，更加没法看。要是能把这个碍眼的东西去掉就好了。他突然想起了扶风那句染料。系统，我有事想问你，有没有一种染料能把人染黑？有，黑凤果。有部落会用这个把自己抹黑，让自己看起来更雄伟。那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你问这个干什么？张小曼顿了顿，别人的系统都是贴心小棉袄，怎么到了我这就变成了黑心棉？他眼睛转了转，你不觉得我指甲缺了点颜色吗？整个手是黑的，指甲要是也是黑的，不是更好看？系统嘴唇抽了抽，最后勉强接受了这种解释。随后他转眼就出了门，去找那个黑凤果。当然不是真的找黑凤果来染指甲的，而是想试试这张脸到底是不是染出来的。他记得原主小时候是由黑熊带大的，这大胆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系统说得很清楚。很快张小曼就在荆棘草下面发现了黑凤果的果实，紫黑紫黑的。不过他却不着急摘，而是取了它树上的几片叶子。万物相生相克，这叶子说不定是这染料的解药。张小曼碾碎了一颗黑凤果后，手指果然黑上加黑，把仅剩的粉白色指甲也染黑后，将刚刚摘下来的叶子在手里碾碎蹭了蹭。没一会儿指甲真的变干净了。看到眼前这一幕，他信心大涨，采了大量的黑凤果的叶子捣碎敷在了脸上。等了一阵子，洗掉了脸后，发现脸好像确实是白了一点点。为了验证这个猜想，张小曼把剩余的黑凤果全部碾碎敷在了脸上。人刚躺在床上，系统就响了。看完面板上的信息，张小曼兴奋不已。栾婷吃了他的蛋后，对他的心动值果然再次有了提升，只是他没想到萧野居然心动值也上升了一些。张小曼有些不确信，询问系统：你确定萧野的数据值没有出问题吗？确定，系统各项数据一切正常。萧野数据核对无异，难不成是白天给他做了鸭蛋？他也只能想到这儿。若是
是因为这个，那下次就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攻略萧野了。看来下次可以找个机会去试探一下。除了萧野的数据存疑外，他对扶风的好感度提升也是一脸懵逼。难道就因为没有找他，所以他好感度提升了？男人心，海底针，真是有点搞不懂。张小曼弄了一个晚上，发现这黑凤果也对自己一点用都没有后，失望的放弃了。谁知第二天醒来，发现脸上的胎记消失了很多，基本看不到他的影子，只留下一点痕迹。原来真的是染料印上去的，原主压根就没有胎记，就连脖子和手上的肤色也浅了许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很有可能是白的。想到这，他有些高兴，把昨天弄来的药又涂抹了一遍。然而就在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切的鼓哨声和呼叫声，洪水快来了！所有人注意，到广场集合。听到这张小曼也有些一惊，怎么突然会有洪水来到？随后他跟着大部队来到广场中央，而自己的阿父苏阳正站在高处宣告所有部落的人往地势高的斜坡迁移。广场离河不远，往后退一点就是河岸边。张小曼伸出手触碰了一下，发现水流湍急，泥沙沉积。听到阿父说要往地势高的斜坡上，他皱起眉毛，举起了手。阿父，我有件事想要说。苏阳看着张小曼举手，脸色阴沉，训斥道：“你在这瞎捣什么乱？还不滚回去收拾东西！”脸上厌恶的表情没有丝毫的掩饰。张小曼又把手举高了一些。阿父，我们不能往高处走，若是下暴雨，发生山体滑坡，我们就来不及撤退了。往东南面走最合适，那里地势更低一些，而且不靠近任何的水源，不会有洪水出现。化洛部落里的人先是沉默了一阵，随后发出雷鸣般的哄笑声，哈哈哈，真好笑！来洪水不往高处走，反而向低处跑去。墨轩、扶风、萧野和栾婷听到这话，也有些皱着眉。而张小曼不顾大家的议论声，目光直直地看向苏阳。阿父，我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我觉醒了水系异能，刚刚和水感应了，这水流极其不稳定，应该会有特大暴雨。口说无凭，他又跑到了人群外面，走到了河岸边，凝聚了意识，将水珠从河面召唤了出来，随后甩到了地面上。这一特殊的操作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他的4个兽夫，还有身为首领的苏阳。他呆愣了片刻之后，哈哈大笑起来。不愧是我的女儿，竟然有这种天赋。一群人看着张小曼的眼神，有打量，有好奇，也有妒忌和怀疑。好，既然你有水系异能，今天这事儿就听你的。苏阳瞬间转变了态度。张小曼勉强一笑，这脸也变得太快了吧。紧接着所有人都回去收拾好行李，他也赶回去收了几件兽皮，牢记着阿父说的轻装上阵。张小曼以为别人也是这样想，谁知到了广场上一看，刚刚还是人围着的广场，被一群大大小小的狼围绕着，一个个不是灰毛就是白毛，身上骑着一个雌性，有的甚至还嘴里叼了一块石锅。好家伙，这是把狼当驴使了。他还没感叹完，4双眼睛就齐刷刷地看着他，顿时让张小曼又害怕又不知所措。最终还是阿父开口，才让他解了心里的谜团。阿父露出灰蒙蒙的身体，身上驮着阿姆兰雅，用着狼天生携带的嘹亮嗓音道：“苏小曼，你还磨蹭什么？还不快点坐到兽夫身上？没看到全部落的人都在等你吗？坐兽夫身上。”张小曼扫了狼群一眼，才发现所有雌性都坐在威风凛凛的狼身上，就连苏暖暖也不例外的坐在他哥苏照身上。难怪那4个人都看着他，感情是想看他坐谁身上。张小曼为难的看了4个人一眼，眼睛一定，最终还是决定往最容易亲近的栾婷走去。谁知人刚过去，阿父就叫住了他：“栾婷，你去树下人数。”栾婷一走，4个人就变成3个人，确切说是变成了一头黑豹、一只龙雀，还有一条紫色的蛇。3个不同种群正一脸嫌弃的看着他。张小曼看着这不情愿的几个人，选谁都是一种灾难。既然选谁都注定着被嫌弃，那为什么不选个让自己舒服的？萧野第一个淘汰，舌上鳞片是最粗糙的，自己一屁股坐下去，跟着他扭动，屁股都会磨烂了。扶风的毛看着是挺舒服的，只是他身子似乎娇小了一些，坐在他身上难免会觉得座位有些窄。还是墨轩的豹纹座看起来可靠，身子长，腿也长，坐下去屁股肯定是不遭罪的。想到这张，小曼快速地爬了上去，抢在对方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紧紧地抱住他的脖子，生怕他把自己赶下来。墨轩没想到张小曼还真的选了自己，他平日里不是最怕他的吗？最近胆子变大了，而且居然还敢用他那肥胖的手勒他的脖子，恶心死了。他很想把人甩出去，但阿父这回看着他，他不得已接受了。之后所有人向张小曼所指的方向前进，阿父则一马当先，快如闪电一般冲出了狼群。后面的狼见他往前跑去，也跟了上去。墨轩载着张小曼也跟了上去，而狼群中苏暖暖坐在上面，目光狠狠地盯着张小曼走的身影，眼里满是
是不甘，那座位原本是该属于他的。这边张小曼虽然如愿以偿地坐在了莫轩背上，但滋味却不好受，也不知道是不是莫轩故意的。明明有平坦的草地，他不跑，故意走一些崎岖的路段，害得他坐在上面左右摇晃，脑浆都快摇匀了，眼睛也是直冒金星。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张小曼只能死死地抱着莫轩的脖子。莫轩在前面跑着，听到张小曼叫声不断，他大笑了起来，叫他选他，他就让他痛快个够，让他下次再也不敢选他。然而他只顾着戏弄张小曼，压根没想到张小曼搂着他的脖子越来越近。他停了下来，对着张小曼就是狠狠一瞪，把手给我松开，等会儿你摔死了我不负责。张小曼放松一些，同时趁机谈判，想要我松手可以，你不能跑得太快了，不然我只能抓着你的脖子。莫轩虽然不想答应，但也没有办法。经过一道悬崖时，莫轩后退了几步，冷声道：坐稳一点，摔死了我不负责。张小曼闻言又想抱他的脖子，然而想起刚刚他们谈判的，他只能把手放了下来。看到莫轩平坦的腹部，张小曼眼睛一亮，把整个身子趴了下来，双手抱住了莫轩的腹部。莫轩正拧着一股力往前冲，突然感觉到自己腹部有些一紧。这苏小曼果然不老实，还摸他的肚皮，他肚皮一凉，有些痒痒的，差点把张小曼从自己背上甩了出去。人在空中又不好中途停下来，他只好怒嚎了一声表示不满。因为紧张和惯性，张小曼身子还不由自主地往前面蹭了一下。这个该死的丑八怪就不能安分一点？他屁股再往哪里蹭？上次爬床没成功，现在改成偷袭了，他到底有没有一点羞耻心？他刚蹭完也发现了莫轩身子有些紧绷起来。张小曼干笑了一声，把身子往前摆正了。不好意思，一时失误，我不是故意的。莫轩哼了一声，显然不太相信他说的话。张小曼知道这是因为自己有爬床的前科在，好在莫轩倒也没有甩开他。落地后，张小曼完全将手松开了，乖乖没有动一点。两人这样倒是默契的走了一路，不过很快莫轩就有点体力不支了。苏小曼这个丑八怪没事吃那么多，背着行李已经够累了，还要驮着他。张小曼也发现这一尴尬情况，舔了舔嘴唇，不好意思道：要不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下。莫轩扫了一眼后面跟着的扶风，眼睛往前一瞥，没有说话。张小曼顺着他的眼神往旁边看了一眼，浑身发紫的萧野扭着步子跟在了一旁，扫了他一眼，毫不客气嘲笑道：真是难为你了，莫轩，载了这么一个死胖子，很累吧？张小曼一阵无语，这话有必要说出口吗？莫轩扫了萧野一眼，没有说话。萧野哼了一声，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去，回头还给了一个挑衅的眼神。张小曼想了想，从行李里摸出一包酸梨来，把它打开，伏低身子拿出了一颗，放到了莫轩眼前。这是我自己做的酸梨，你要不要吃点补充能量？莫轩原本是瞧不上眼的，但张小曼实在是太胖了，他现在的确体力有些不支。想到这，莫轩歪着嘴将张小曼手里的东西衔了过来，黄色的李子入嘴，既不干涩也不酸，嚼着还微微带着点甜。他好像还从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李子。吃完一颗后，他意犹未尽。张小曼还以为莫轩不会搭理自己，没想到莫轩真的送到嘴里，嘴角勾出一丝笑容。见状，张小曼立马又喂了几颗过去。莫轩果然没有拒绝，又衔了几颗放入嘴里。两人由之前的没什么话说，变成张小曼时不时投喂一下莫轩，而且还能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摸了摸他顺滑光溜的毛。还别说，豹子的毛虽不比狼狗狮子那么长，但摸起来还是软软的，一点都不扎手。一人一豹就这样和谐的走了一路。苏暖暖原本是看张小曼笑话的，谁知张小曼坐在上面好好的，怎么会这样？莫轩就那么任由张小曼这个丑八怪坐在他身上，张小曼自然没有注意这些，数了数怀里的酸梨，基本都快吃完了。好在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奔波了一路，部落的狼人早就又渴又饿了。阿福找了一块地让大家休息，阿姆兰雅则召集所有雌性去摘果子，张小曼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这些兽人们奔波了这么长的路，就吃点野果子根本就不果腹，累了一路吃点有油水的东西，肚子更好受。张小曼四处打量，想找一些野货，却被紧盯她的苏暖暖两个跟班看到了。苏小曼，你又偷懒，没看到兽人们都累了吗？阿姆在前面指挥人采树上的果子，听到那两人的话，立马回头训斥张小曼：你给我勤快点儿，要是让我发现你今天偷懒，我不会给你中午分东西吃。苏暖暖听着张小曼被骂，心里一阵暗爽，但是她表面还是要装着善良大度。阿姆，你别这样说小曼，她只是贪玩了点。张小曼撇了撇嘴，这白莲花还真是厉害，三言两语就给她定罪了。想着阿姆兰雅也看不上自己，拍了拍手道：不吃就不吃，我自己找东西吃去。说完就一溜烟的离开了原地。苏暖暖看着张小曼离开，眼里抹去一丝笑意。这一边张小曼扫了一眼周围的树，正寻思着要不要设置一个什么机关陷阱来捉鸟，突然看到一个尾巴长长的长着
着七彩羽毛的东西从眼前一晃而过。他轻笑一声，这野鸡来的正好，旁边就是黑色泥土。张小曼用石头挖了挖，捉到几只蚯蚓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捉鸟机关，随后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萧野吃不惯野果子，溜达着看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些野蛋吃。谁知还没走多久，就看到张小曼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旁，眼睛好像在盯着什么东西。他第一反应是，这个丑八怪该不会又发现了野生的蛋了吧？上次那蛋被他抢了，萧野一直觉得自己太便宜他了，这次说什么他也要抢过来。想到这，他也猫着身子走了过去。谁知刚蹲下，就发现张小曼盯着一片树叶发呆，而那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不是，鸭蛋呢？他狐疑地看着张小曼，他又在玩什么鬼把戏？忽然一只鸡突然跑了出来，然后一头扎进了那叶子上，接着就四处逃窜了起来。萧野眉毛一扬，这丑词原来是在这抓鸡呢。萧野轻哼一声，上次的鸭蛋被他捷足先登了，这次这只鸡被他抓到，就当是张小曼之前的赔偿了。萧野眼疾手快的尾巴一卷，瞬间将那只野鸡收入囊中。张小曼眼睁睁地看着野鸡从自己眼前消失，再抬头看到的便是一双紫色的双瞳，正冷冷地看过来。他刚开始还有些害怕，认出人后就破口大骂了起来：萧野，你喊我野鸡！萧野怎么可能放手？他卷着鸡就要走，张小曼立刻追了上去，然而人根本就没有蛇跑得快，没走几步他就气喘吁吁了。眼看着鸡就要那样粗暴地送入萧野的嘴里，张小曼紧接喊了：停，住嘴！这鸡做好了，我分你一只鸡腿。萧野闻言毫不在意，拎起鸡就要咬了下去。张小曼闭了闭眼，一半总行了吧？怕萧野不答应，他特意又补充了一句：你这样直接吃太暴殄天物了，我有一种更美味的做法。闻言萧野停了下来，什么做法？苏小曼接到鸡，找到一块石头，就是对他的颈动脉一划，瞬间那鸡就在他手里咽了气。作为一个蛇系兽人，吃鸡时咬断他脖子的事，萧野没少干，他从来也没有觉得凶残。在他看来，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看到苏小曼做得如此干脆利落，莫名的他还有几分欣赏。他看着看着，眼睛也开始迷糊了起来。苏小曼去除鸡的内脏后，将鸡递给了萧野，拿着，萧野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别告诉我，你的叫花鸡就这样做好了？苏小曼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他，我叫你拿一下，没叫你吃，我要去找调料。这鸡我已经处理了，放到地上有些脏，蚂蚁沾上了就吃不了。萧野听到这话，讪讪伸手接了过去，顿了顿，又问道：去哪里找香料？苏小曼打量着周围，找了才知道，萧野觉得自己一个人守着鸡也挺无聊的，还不如看苏小曼都去找什么香料了，便开口道：我跟你一起去吧。此话一出，苏小曼奇怪地看了萧野一眼，他刚刚没听错吧？萧野居然要陪他。萧野说完，也觉得自己这话有些别扭和诡异，似乎像是他在邀请苏小曼一样。想得更深入一点，部落里正常的受雌夫妻就是会经常做这种事情，借着陪同雌性去采摘果子，实则是找一块地去嘿咻嘿咻。看到苏小曼的眼神，似乎是误会了他的意思，萧野不自然地补充了一句：我要是不跟过去，谁知道你会不会采一些有毒的菌子之类的，等会儿做鸡的时候偷偷地往里面加别的东西。说着，他还上下瞥了苏小曼一眼，像是有后遗症一样，毕竟这样的事情你以前不是没有干过。萧野口中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一种部落中欢好时食用的媚青果。原主饱受部落里人的嘲笑，在半夜爬没宣床之前，曾下药给第5位受夫男徒，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男徒远游去了。苏小曼听到这个剧情后，心中又是一阵无语，这原主怎么净做些不着调的事？但即便是这样，苏小曼也不得不提醒萧野一句：我跟你吃的是同一只鸡。对此，萧野不信任道：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只在我吃的东西里面动手脚，还是亲眼盯着放心？苏小曼发现自己根本就说服不了萧野，索性不开口了。他爱跟就跟着吧，不过眼前最重要的还是找包鸡用的大叶子和找调味用的香料。还以为八角桂皮这些东西根本找不到，没想到刚下了一个山坡就找到了。接下来苏小曼找了很久，终于在一处荆棘下面找到了野葱，她毫不犹豫地扯了一大把。萧野跟在苏小曼后面，是完全看不懂她在干什么。到后面，他更是离谱的在地面拿了一块石头，跪在地面上刨土。这跪地的姿势，萧野轻抽了一下眉角，真是太难看了。不过动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屁股倒是长得挺好的，像个桃子一样，倒是有点性感。苏小曼正耐心挖着姜，突然系统响了起来，叮！萧野心动值有变化，请问宿主是否查看？苏小曼闻言一怔，这家伙不是嫌弃了他一路吗？怎么还提高了心动值？苏小曼不用回头都知道，萧野此刻的脸肯定不会很好。他没停下来，内心问了系统一声：他心动值涨了 0.1 吗？提升了5点。系统机械化声音响起，苏小曼挖姜的手差点扭到了，啥也都没做，这萧野的心动值到底是怎么涨
腾的扑腾的声音响起，吸引了萧野的注意力。他侧头看了过来，语气恶劣道：“别想着崴脚让我背你。”苏小曼一阵无语，算了，这事还是等会儿再说。苏小曼把黄色的姜刨了出来后，拍了拍手，香料差不多都弄好了，剩下来就是找一片大的叶子。她环视了四周一圈后，看到远处一棵超级大的香蕉树，基本可以用高耸入云来形容。苏小曼将身上踩的东西放了下来，随后做了一个热身运动后就往树上爬。萧野跟在一旁，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直到苏小曼真的爬了上去，他叫了一声不好，手里的鸡刚找到了一个干净的地方放下，苏小曼就扑腾一下从上面掉了下来，垂直的砸在萧野的身上。苏小曼的兽皮裙被挂在了香蕉树上，整个屁股都是露出来的，而萧野的手好巧不巧的放在上面。苏小曼从树上坠下来的时候，头是发晕的，回过神的她发现落到了一个结实有力的胸膛上，对方的肌肉可真发达，鼓鼓的，紧实有弹力。苏小曼不由得咽了咽口水，而还没等她大饱眼福，她突然感觉自己屁股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紧接着自己屁屁有些发凉，还有些透风，似乎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挡着。苏小曼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围在腰间呢仅剩的最后一点兽皮裙没了，而且她还好巧不巧地扑倒在萧野的身上，她的手似乎还放在他的两半屁屁上。苏小曼是又尴尬又羞耻，尴尬自己现在一丝不挂，羞耻自己的屁屁被萧野摸着。她在想要不要起来，起来的话是不是前面漏光光了？而且她一站起来，萧野就看到她全部了。可是若不站起来，那屁屁又有些无处安放。说实话，这时候她很怕自己有一个很糙的行为，万一她一不小心蹦出个屁来，那萧野苏小曼左右为难，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小心翼翼地趴在萧野身上，小声呼吸着。那手她想放就放吧，总比惊醒萧野叫自己站起来还更好一点。而同样莫名当了肉垫的萧野也是一脸的难以明说，他还没把人推开，就感觉自己手摸到了一块肉，那肉比自己手掌还大。他捏了一下后，发现还有些滑滑的，两半圆圆的，中间还有一条缝，不是苏小曼的屁股是什么？下一刻他近乎怒吼了出来：“苏小曼，你居然连兽皮裙都没穿！”苏小曼眼睛一闭，就在那装晕。没办法，不是他不在乎自己的羞耻心，实在是眼前这样，他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或许萧野会一气之下把自己扔下，自己一个人离开了，这样也算度过了这个尴尬期。苏小曼打定主意后，就一直伪装着，眼前的人没有动静，萧野以为他摔晕过去了。他嫌弃的把手拿开后，就要把苏小曼推开，然而他刚一动，苏小曼这肥瓷的手就开始不老实起来，他居然往下去了。这下萧野彻底清醒了，苏小曼这晕是装的，他咬着牙在那喊道：“苏小曼，你手在往哪里摸呢？”苏小曼闻言一脸的疑惑，他没动啊。下一刻他脸一红，他手怎么往下去了？那手真的不是他伸下去的，是萧野推开时他手不小心搭放在那儿的。面对眼前这一尴尬的场面，苏小曼只能睁开了眼。如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相信吗？萧野一脸的嫌弃，给我下去。苏小曼摇了摇头，有些难为情道：“我现在不能下去。苏小曼，我现在不是跟你商量，是在通知你，如果你不下去的话，我不保证我会做出什么事来。”萧野听到苏小曼的话没什么耐心，直接下了最后的通牒，别以为这样他就能勾引到他。苏小曼脸又红又烧，有些支支吾吾道：“是我不想下去，是我没皮裙起不来。”说完他又舔了舔嘴，当然如果你不介意我起身的话，我也没关系。萧野闻言是一脸黑线，他一个雌性不要脸，他还要就他一堆肥肉，黑不溜秋的，有什么好看的？萧野忍了忍，将脖子扭到一边，闭上了眼。我不看，你自己去找兽皮裙。苏小曼咬了咬唇，双手捂着前面，直起了身，快速的跑到香蕉树前，把挂在上面的黄色皮裙取了下来，随后围在了自己的腰间。我好了，确定自己穿好后，他深呼出了一口气。萧野闻言起了身，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就要转身离开。苏小曼看了看那长得高大的香蕉树，又想起刚刚那失败的爬树，最终还是张开了嘴。萧野，叶子还没采。萧野闻言停了下来，看了那翠绿的香蕉树一眼，化身为了本体，扭动着自己的身子，直接窜到了香蕉树上。没多久，几片鲜翠绿的叶子从空中掉了下来。苏小曼低头捡了几片后，点头道：“够了。”说完这个后，苏小曼就埋头处理起她手中的鸡来。萧野经过刚刚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后，已经不想跟苏小曼再多说一句话了。要不是这鸡还没吃，他早就离开了。苏小曼也不管萧野什么表情，反正萧野向来看不上他。他选了几张干净的香蕉叶铺在地面上，然后把放在一旁的野鸡拿了过来，放到香蕉叶上。接下来就是在鸡的内脏里面涂抹香料，再加上盐进行腌制了。
而且幸运的是，不远处还真有湿润的一处黄泥坑。苏小曼眼睛一亮，抱着鸡就往泥坑里走。萧野原本并不关心苏小曼在弄什么，直到看到她拿着一根棍子蘸了泥水往那鸡上抹时，他感觉苏小曼疯了，连忙起身也跑了过去。好好的鸡涂上一层泥巴干什么？简直是糟蹋东西！萧野一个箭步过去，把他的手拽了回来，有些生气道：“苏小曼，你在做什么？”苏小曼却淡淡道：“我这是在做叫花鸡，把泥巴抹在上面就能放到火里烤熟了。而且哥哥，我也没吃饭呢，这鸡我自己也要吃，不会毁掉的。”萧野听完，这才松开了手，脸上出现一丝古怪的眼神。这苏小曼刚刚居然叫他哥哥，果然随时随地都不忘勾引他。忙活了好久，苏小曼终于将黄泥抹匀了，然后又捡来了一些干的树枝，一番钻木取火后，把火点燃了，随后又丢了几个红薯在土里，等着它煨熟。叫花鸡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熟，苏小曼采了一些野果子，扔了几个给萧野，这东西要等一会儿才能熟，先吃点垫垫肚子。萧野这次倒是没说什么话，拿了就往嘴里吃了起来，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等了一会，红薯熟了，苏小曼用棍子扒了几只出来，刚烧出来的有些烫，苏小曼就扯了2根树枝，做了一双筷子，把外面的皮剥开了，挖着吃。见萧野愣着，他又扯了2根树枝递了过去。愣着干什么？快吃啊，冷了就不好吃了。那红薯熟后，散发着一股炭烤的香味，闻起来甜甜的。萧野拿到筷子后，学着苏小曼那样夹着吃，嘴里瞬间弥漫着一股又香又糯的甜味。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一下子眼睛就亮了，连吃了好几个。苏小曼看着萧野一个接着一个吃，偷笑着摇了摇头，算了算时间，叫花鸡也差不多了。苏小曼把土起开了，把鸡刨了出来，又用石头把泥团砸开了，剥开香蕉叶后，一股浓郁的鸡香和香蕉叶的香味迎面扑来。他扯下一个鸡腿递给了萧野，这下总该相信我这泥巴是有用的吧？萧野接过咬了一口，感觉自己进入了新的世界，浅紫色的眸子亮了又亮，这鸡也太好吃了吧，这味道跟他之前那样生吃完全是比不上的。他打定主意，以后无论吃什么就听苏小曼的，虽然她长得不怎么样，但这厨艺确实挺好的。部落这边，兰雅带着一群雌性采着野果回来了，把果子分给所有兽人后，一群人围在一起吃野果子。苏阳扫了一圈，没看到苏小曼身影，问道：“苏小曼呢？”苏暖暖说好话道：“小曼她去别处采东西去了。”兰雅听得眉头一皱：“暖暖，你就别给她找借口了。”苏小曼偷懒不摘野果，跑别处玩去了。苏暖暖听兰雅这么说，嘴角不明显的勾了勾。苏阳眉头一皱，正想说点什么，突然有人站了起来，什么味道这么香？顺着香味，他们发现苏小曼和萧野坐在火堆前，而苏小曼手里还拿着小半的鸡肉。小曼姐，这鸡肉是你做的吗？好香啊！苏小曼手里的鸡肉所剩不多，见这么多人来了，她扯了一块鸡肉给人群中央的苏阳送了过去。阿父，你尝尝。虽然苏阳是不怎么喜欢他，但苏小曼那天说出自己有水系异能后，苏阳还是对他态度好了。他接过咬了一口，瞬间神情都不一样了，这味道当真是不错。看着苏小曼手里还沾着灰，很显然这鸡肉是他做的。吃了女儿做的东西，他少有的叮嘱了他起来。刚刚你阿母说你乱跑，等天黑了就不要乱跑了，找个兽夫待在一起也安全些。苏小曼一脸蒙圈，找个兽夫一起待着过夜。他扫了一眼人群里的3个，只觉得头疼不已。